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三国当中的女人。咱们很多观众朋友说三国里头女人，可能熟读三国演义的朋友都知道三国是男人戏。你看里头的主角一开场，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刘关张，到后来曹操啊、孙坚啊、袁绍、袁术啊，基本上都是写男人。那么不等于这样的小说里头就没女人一点事儿？有，而且往往越是男人戏多的时候，偶然出来一个女人，可能对这个小说来说就是个奇峰突起的关键所在。那咱今天呢，就给大伙说说三国里几个很特殊的女人，而且这些女人在历史真实当中和大家《三国演义》里看到的还不大一样。咱们说三国女人，大家先想到谁呢？恐怕99%的男同胞会想到貂蝉。为啥？貂蝉漂亮啊！我小时候看三国，看到貂蝉这儿我也愿意看。因为那阵儿有那画片中国古代4大美人，咱都知道是谁：貂蝉、王昭君杨贵妃、西施。而且有那么8个字形容这4位，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说这4位长得漂亮，什么意思呢？咱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知道。这个沉鱼是指西施，说这个西施西施浣纱，就是洗这个布什么的，在这个河边，她长得太漂亮了，在这洗东西时候呢，河里的鱼就看她，这鱼都知道，这女的长得好看。看的过程当中呢，这鱼忘了游动了，这不停在水里了吗？一点点就沉下去了。就是这鱼被这个西施的美貌吸引自己都忘记游泳了。落雁说的是王昭君，跟这个沉鱼一回事。昭君出塞，天空中的大雁飞过，这大雁一低头一看，王昭君这么漂亮，看着忘了扇动翅膀了，啪嗒掉下来了，这叫沉鱼落雁。那闭月羞花呢？闭月说的是貂蝉，羞花说的是杨贵妃。这杨贵妃怎么个羞花？长得很漂亮，再喝点酒，贵妃醉酒嘛，大晚上的在花园里溜达，这花见着这个杨贵妃了，都不好意思了，我没你漂亮，自个儿就谢了，躲起来了。这个闭月说貂蝉是什么意思呢？据说这个貂蝉出生之后，她家附近山谷里的桃花、杏花开了就谢，开了又谢。这怎么这么奇怪呢？说天上的月亮见着貂蝉了。咱不有说法叫貂蝉拜月吗？说貂蝉这个10来岁亭亭玉立的少女焚香拜月，这月亮从云彩里出来，看着貂蝉。月亮里有谁呢？有嫦娥。嫦娥长得漂亮，她要不漂亮，猪八戒能犯那么大错误吗？是不是？所以这嫦娥在天上一看，哎呦，这貂蝉比自个儿漂亮，不好意思了，滋溜钻到月亮里头去，然后这月亮钻到云彩里头去，这叫闭月。所以说貂蝉闭月之貌，就说这长得好看。那三国里头呢，这貂蝉呢，在历史上是个什么人物呢？咱首先说貂蝉这是她的名字。不知道这个貂蝉姓什么，哪儿来历不清楚。而且貂蝉这个名字呢，其实就随便抓来的名字。貂蝉是什么意思呢？就过去帽子上头女人过去在宫里戴那帽子，帽子上头有一种饰品，就类似我们现在说插个羽毛弄个什么银首饰那类东西，过去管那种饰品叫貂蝉。说他怎么叫这么名字呢？因为貂蝉呢，不知道小时候出生在哪儿，家世如何，稀里糊涂呢给弄进宫里去了，打小就弄进宫里去了。弄进宫里呢，当一个小侍女、宫女，管什么呢？就管着帽子。所以人家因为他管着帽子，就这帽子上面饰品的名字，给他起个名叫貂蝉，是这么个意思。就像说孙悟空上天，人管叫弼马温，他就管马的官儿。这就是一个说白了小小官职的名字。那么说貂蝉出身这么寒微，怎么后来能干这么大事呢？
那是因为啊，东汉末年我们都知道，三国一开篇有十常侍之乱，10个宦官把后宫闹个乱七八糟，所以这宫里一乱，这貂蝉呢就流落到民间去了。流到了民间，这时候貂蝉10来岁了，已经长得很漂亮了。被谁发现了呢？就是后来的这个司徒王允，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这王司徒把他发现了，就给收回到家里当个歌女。说当歌女，咱都清楚，那女人那个时候啊是男人的私产，说是收回当歌女，其实就是王司徒的小妾，伺候司徒睡觉。那后来他是怎么出来，说又跟吕布又跟董卓的呢？这个王司徒在家里犯愁，他心里头对董卓不满，想把董卓弄死，可是董卓下边能人太多，典型的就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这个人有本事，而且认董卓当干爹，不把他俩拆开，他实现不了自己的想法。他正犯愁呢，赶上在家里看着这貂蝉了，确实漂亮，但王司徒那时候心里想着国家大事，没工夫理女色这事，突然看见貂蝉，想起来我手底有这么漂亮的人，这可是个办法呀。王司徒下边就使上连环计了，把吕布啊弄家里了我请这个君侯吃饭。吕布来了说我这有人给你跳跳舞助助兴，就把貂蝉叫上。这貂蝉一通媚眼使，真勾啊，跳在吕布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吕布一看这么漂亮，说这谁呀？王司徒说这个呀是我的女儿，我准备呢把她嫁给你，你看怎么样？那吕布当然高兴了岳父大人，马上就跪下磕头。吕布兴高采烈回去等着了。第二天王司徒又请董卓到家里来，也是这一套，貂蝉上来跳舞。说这老色鬼一看马上都晕了，哎呀这个太漂亮了。这个时候王司徒说了，这就我家里一个歌女，我愿把她呀送到你府上伺候您去。那董卓还不乐意，我正有此意，跟我走吧。他把貂蝉带回去。吕布到王司徒府上就气得大骂，说这老贼这么好色，霸占貂蝉，我这口气难出啊，可惜我们这爷俩。这时候王司徒说了，怎么能算爷俩呢？他认你当干儿子，他有目的呀，他想让你保他呀。再说你姓吕，他姓董，你们俩怎么能算爷俩呢？这话一拱火，吕布说可也是啊，那我誓杀老贼。就这么着才有后来吕布在这个散朝的时候，方天画戟一斩，把董卓刺了。这时候董卓之乱在东汉末年才算结束，后来才有群雄并起，曹操袁绍、刘备这些人。所以说貂蝉这一前面勾引吕布，后边勾引董卓，等于改变了《三国演义》后边的格局。那么后边我们了解到，《三国演义》里也写了，说这个貂蝉呢，董卓死了，他又跟吕布了。可吕布在白门楼被曹操给斩了之后呢，三国里再就没提貂蝉。这野史里边写貂蝉的下场写的比较多，那么正史里头呢，压根就没提过貂蝉这么个人。也就是说貂蝉呢，应该说是《三国演义》杜撰出来这么个人。那么咱们下面说这个女人呢，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有意思的是呢，历史上真有这人，可是《三国演义》咱们看2版电视剧，90年代一版，前一阵高希希那版都没提这人。这个女人叫什么呢？姓甄，西土瓦这个甄，叫甄宓，我们管她叫甄夫人。她名气非常大，我们都知道曹植，曹操的儿子，了不起的文学家，写过一篇赋叫《洛神赋》。这个《洛神赋》就是歌颂这个甄夫人。那么这个甄夫人，我们说漂亮到什么程度呢？但凡过去女人漂亮，光长得好不行，你还得腹有诗书气自华，大美人气质各方面都好。一般由什么人鉴定呢？
过去管文人墨客叫文人骚客，说这些人呢对女人的鉴赏力很高。你要说两个大文豪同时看上一个女人，那这个女人了不地了。那这个甄夫人好到什么程度？让三个大文豪同时看上了。哪三个呢？还是爷仨。建安七子里边老曹子占三个，爹曹操，大儿子曹丕，下边曹植，爷仨都看上了这一个女人。那么说这甄夫人多大能耐呢？这个甄夫人呢，本来是袁绍的二儿媳妇，是袁绍的二儿子袁熙的夫人。这不官渡之战之后嘛，袁绍的势力一天不如一天，没等曹操打他呢，他里头先自个儿打起来了，窝里斗了。这时候曹操趁机直接把袁绍下边他这儿子什么啥都给灭了。打扫战场的时候，曹操特地嘱咐手下人给我注意啊，有件战利品必须给我弄回来。谁呢？就这甄夫人。前面咱们说了，曹操就喜欢人家老婆，早就知道说这甄夫人漂亮的不得了，一定把她给弄回来。别人不了解，他儿子知道。曹丕知道自个儿爹有这毛病，我得给我爹负责任，所以提着刀找这甄氏夫人，就要把她杀了。可是一见着甄氏夫人，他这刀提起来眼睛就直了，太漂亮，下不去手来。当机立断决定把这甄氏夫人娶回家。你不是说小老婆，我的正房，那时候曹丕还没结婚呢，你是我的正房夫人。所以这么一来，曹操不好意思了，不能跟儿子抢媳妇儿，这等于他儿子把他都娶了，所以只能听之任之了。所以这个甄氏夫人呢，最后成了曹丕的媳妇。那么说这个甄氏夫人有这么大的魅力，不光是长相，前面我说她有能耐，而且她呢也很有心眼儿。她跟曹丕结婚以后呢，她觉得自个儿来路也不是很正，你看还是原来敌人袁绍那边的，是袁绍的二儿媳妇。她为巩固自个儿位置呢，也挺能巴结，巴结到曹丕的亲母亲啊，卞夫人。有个典型事例，这是公元216年呢，曹操起兵打孙权，一道上呢要带着下边的晚辈长见识，就把曹丕的俩孩子，就甄夫人生的俩孩子，一儿一女给带到身边了。然后呢，曹丕他母亲这卞夫人不放心这孙子孙女，也跟着出征了，在外面打仗打了1年回来了。再看在家里待着的这个甄夫人，养的又白又胖的，粉白粉白的。这个卞夫人心里不痛快，就跟自己儿媳妇说，你有1年没见着你的这一儿一女了吧？这是你的孩子呀，出去打仗风霜雨雪的，你不仅不惦记，你还养的白白胖胖，这恐怕不对吧？照理说老婆婆这么责难，对甄夫人来说这关不好过，但没想到甄夫人轻描淡写就给化解了。哎妈，你看你这事儿说过了，这俩孩子出去是出去了，可是是跟着自个儿奶奶出去的，跟着卞夫人您呢，跟自个儿奶奶出去，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您比我不强多了吗？哎，这一说老太太心里高兴了。所以你看这个甄夫人说话上很厉害，可是这么一个厉害角色，后来下场不好。就是曹丕称帝之后啊，册封皇后，本来先娶的甄夫人应该册封她，可是这个时候呢，曹丕对这个甄夫人呢多少有点厌倦，这美味常吃不觉得香，这是道理。这时候曹丕呢宠爱了后来的郭皇后，这郭皇后为曹丕上位也出过主意，所以就把这个郭呢立为皇后。甄夫人不愿意，叨了起咕叨了起咕抱怨。曹丕一看，你这长舌妇在家也没意思，赐你一杯酒吧。过去我们都知道赐杯酒不是好事，里头鹤顶红孔雀胆的，反正喝下去甄夫人就死了。就这么的了不起的人物香消玉殒。那么这时候他死了，心疼坏了一个人，曹丕他弟弟曹植。曹植也喜欢甄夫人，当年就是一见到这甄夫人惊为天人，太喜欢了。可没办法呀，这是恨不相逢未嫁时，那时候甄夫人成他嫂子了。
所以当时曹植写了篇什么呢？不说洛神赋吗？不是，原来叫感真赋，感动的感，甄夫人的甄，就是见到这个女人了，我很感动，我要写下她，是这个意思。说怎么后来改叫洛神赋了呢？曹丕他儿子曹睿，就曹植他侄子，这曹睿掌权以后呢，一看这感真赋写的啊，说这甄夫人，你看啊，脸多漂亮，脖子多漂亮，腰多漂亮，胳膊腿怎么着，身上穿着打扮，甚至内衣都写了。这曹睿心里头别扭，为啥？没这么写的，哪有自个儿叔叔写自个儿妈这么写的？这不成了白驼山欧阳锋欧阳克那关系吗？所以这个曹睿有点受不了了。你说这么热情的赞美自个儿嫂子，赞美我亲妈，他还是我叔叔，这什么事儿？所以当时曹睿做主，把这给我改，不能叫感真赋，改名叫洛神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洛神赋，不是曹植自己原来起的名字，是他侄子曹睿起。相反，三国里边呢，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呢，很重要的女人有一个不能不提，那就是孙尚香。咱都说孙尚香都知道，这孙权他妹妹嫁给刘备了吗？后来孙尚香在《三国演义》里啊，这名字是后来啊编戏的人写甘露寺给他起名孙尚香，也顺道呢把这个中间有个大媒人乔阁老给他起名叫乔玄。其实《三国演义》里头根本就没有乔玄、孙尚香这名。孙尚香在《三国演义》叫什么？叫孙仁，仁义道德的仁。你听这名字不像个女人的名。那么孙尚香三国里头，我们知道周瑜出的主意，说这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咱得想个办法呀。说听说这个刘备的夫人甘夫人刚死，周瑜说这个是个机会。刘备呢身边没人了，咱借这个机会提亲，把主公孙权您的妹妹孙尚香嫁给刘备，然后刘备过江东来完婚，咱就把他扣住，以他为人质，你荆州不就要回来了？这周瑜的主意。可万没想到诸葛亮呢来个将计就计，让刘备一过江东就大喊大叫的，我来这个结婚来了，然后拜会乔阁老。乔阁老厉害呀，大乔是孙策的老婆，小乔是周瑜的老婆，所以在江东他有地位。乔阁老听还有这事儿呢，就进宫里找吴太后，恭喜呀，太后啊，听说您这要嫁姑娘。吴太后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啊，说这孙尚香要嫁给刘备。吴太后说，我哪知道这事儿，怎么不告诉我呢？把孙权找来。孙权心说，这事儿不能跟你说，是假的。但是这一下弄假成真了。三国里说孙尚香反倒喜欢上刘备了，俩人和和美美结婚了。所以说周瑜周公瑾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就这么段历史。后来孙尚香跟着刘备到了荆州了，这个婚姻也就维持了2年。刘备呢带兵呢打西蜀走了，孙尚香自己在这个荆州那边。孙权一看，赶紧派人把船什么都弄过来，要把孙尚香弄回去。弄回去还要干嘛呢？捎带着把阿斗带着当人质，搁这个想跟刘备换荆州。这一点三国里边写了。最后赵子龙截江夺阿斗，赵云在江边拦他，你不能走。后来呢说，我做不了主不要紧呐，我哥哥张飞来了，说我能做主啊，你得是我嫂子，阿斗是我侄子，你怎么说带走就带走呢？所以张飞赵云截江夺阿斗，孙尚香自个儿回东吴了，孩子没带了。这赵云这么负责任，那是当年阿斗命就他救的，虽然这孩子傻了吧唧的，但那也毕竟是皇种啊，不能扔。所以这孙尚香再回到江东可完了。为啥？江东人怎么看孙尚香呢？你是我敌人刘备的老婆。那刘备这边怎么看孙尚香呢？你是敌人的卧底。所以说两边呢都不拿他当自己人，飞禽不认他，走兽不认他，孙尚香成了蝙蝠了当时。所以在那边日子很不好过。后来是什么结果呢？有的野史记载啊，刘备后来不是火烧连营800里，一股急火上来病倒了，然后白帝城一命归天，死前托孤，让诸葛亮
照顾好后主刘禅。说刘备死的这消息传到江东，孙尚香管怎么着，那是跟刘备过一回，算他夫人呢，一股火上来投江自尽。现在长江边上几个地方还都有孙夫人投江处纪念。所以说这孙尚香命非常不好，所以这个是孙尚香的历史真实面目。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孙尚香、甄夫人和貂蝉这几位。你看在三国那样一个年代，一个女人她的命运取决于什么？完全取决于男人。可惜那个时候呢，男的也不拿女的当回事儿，对女人来说很悲惨。但是不论那个时候还是我们今天，有一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任何一个女人如果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到男人身上，恐怕她的下场好不到哪儿去。我想这个道理不光是三国那时候，对我们今天一些女同志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本来貂蝉在四大美人当中她不是个实写的人物。你像和王昭君、杨贵妃比历史上没有貂蝉这个人。为什么呢？有人说《三国演义》里边那貂蝉作用多重要离间董卓、吕布父子俩，最后把董卓弄死了，很重要人物。可是我们看所有的正史，你是《史记》资治通鉴包括这我们看陈寿那个《三国志》里边都没有记载过貂蝉这么个人物。所以假如他真在政治风云当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的话呢，恐怕正史里不可能忽略这么一个女人。所以说貂蝉呢，几千年来下来呢是个传说当中的人物。但是呢，随着罗贯中这个《三国演义》把她写得如此清晰，把一个弱女子写得有胆有识，貂蝉这个名气响了。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我们看随着2版《三国演义》的播出，90年代1版，再加上这个2010年这个新版《三国》，这2版《三国演义》里边呢，貂蝉都有很重的戏份。所以你看，经电视剧这种深入寻常百姓家的一种传播方式，貂蝉呢在四大美人里显得有血有肉了。那么这个貂蝉这里边有一点就是好多这个观众朋友都很疑惑的，就是说电视剧是给了个结论了这貂蝉呢这么死了，自杀了。可是呢，我们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边，貂蝉这么重要的人物，这吕布在樊文楼让曹操给杀了之后呢，这个貂蝉就无影无踪了，没信儿了。一直到《三国演义》降孙浩3分归一统结束这时候呢，也没有貂蝉的任何下落。像罗贯中这样的大腕他能够写出《三国演义》这部恢宏的历史演义小说，怎么可能在这么重要的人物上出现这种遗漏和失误呢？所以后世人纷纷猜测，说这貂蝉到底是什么结局？为什么罗贯中不愿意写？有人说是嫁给关羽了，还有的说明嫁关羽暗嫁刘备，弄得兄弟不和，最后关羽把貂蝉杀了。还有的说貂蝉呢回山西老家养老去了。反正这个说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民间传说里边呢，你什么元杂剧还是京剧里边对貂蝉的死都有一些不同的解释。那么这些解释往往非常非常有趣儿。咱们今天要给大家说清楚这个貂蝉的来龙去脉咱首先得把貂蝉的身世给大伙说一下。说这《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有名没姓的，有一个有姓没名的，有一个没名没姓的。说这个有姓没名的是乔阁老，阁老呢是他的名号，不是说他本名，就是这个周瑜的老丈人。说这个有名没姓的是貂蝉，貂蝉就有貂蝉这名。说貂蝉不姓貂吗？不对，那不是个姓，貂蝉就是他的名。还有一个没名没姓的，谁？督邮张翼德鞭打督邮，督邮就是官名，没有名也没有姓。其实貂蝉也应该归没名没姓。貂蝉是什么呢？是古代皇宫里边的一种非常漂亮的帽子，上边有这个貂皮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纱粉饰着。在后宫专门有那么一个大橱柜，里装这些帽子，给娘娘给后妃戴这些帽子。我们想，如果貂蝉真是一个沦落民间的女子的话，没什么文化的话，她怎么可能王司徒让她担当这样的重任呢？所以民间传说理出了一条思路，
可是貂蝉何许人也？貂蝉这不是他的本名，他的本名姓任，叫任洪昌，红色的红，昌盛的昌。他爸爸叫任昂，是东汉时期一个很有名的骠骑大将军。后来呢犯了错误，被皇上贬职。贬职之后呢，这个人也没混好，最后皇上要杀他，给他下到大牢里，死到牢里边了。那么貂蝉作为他女儿任洪昌呢，被选进后宫当宫女去了，没弄上，你别看长得漂亮，没弄上什么后妃，专门给这些娘娘后妃呢管这个衣着打扮的这些东西。其中他呢给派到专门管这衣柜帽子，这种帽子叫貂蝉冠。所以呢，当时呢，他既然他父亲犯错误了，就不叫他本名任洪昌了，就用这个帽子名叫他的名，所以管他叫貂蝉，是这么来的。所以其实貂蝉在三国里也是没名没姓的，他就是个帽子的名。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东汉一开篇，就是《三国演义》开篇的时候，宦官十常侍之乱，把后宫闹的何进什么人闹后宫，最后呢又把新娘董卓弄来，结果董卓虎狼之师进京，整个这个东汉后宫就乱套了。这个时候呢，貂蝉就从宫里跑出来了，跑出来没地方去。好在呢，他父亲呢任昂活着那个时候呢，跟这个大司徒王允有交情，王允呢就把貂蝉呢收留在府中。当然你不能按普通的这个侍女歌女来看待，这就把她收为义女了，因为跟他爸爸有交情，你算我干闺的。说她是大司徒王允的这个义女，因为看自个儿义父王允整天是长吁短叹，觉得这个汉献帝受委屈想诛杀董卓逆贼，所以想为自个儿义父分忧，晚上呢焚香拜月了，来祷告能够让我义父解脱这样的烦恼。说这时候月亮从云彩里出来了，一看貂蝉长这么漂亮，月亮也害羞了，觉得不如貂蝉漂亮，来一朵云彩把月亮遮上了。所以说貂蝉叫羞花闭月，这个闭月就指这个貂蝉。说这王司徒呢，一看自个儿这义女有这样的情怀，好，就说我有一计。就这样，貂蝉走上了美人计加反间计的一个实施过程。也正是他出身这样的家庭，他对这个国有家患呢各个方面是有考虑的，所以他是有文化的。所以这王司徒呢，一看这个关键时候，才把这个重任交给了貂蝉。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三国演义》里边写的了，先是也要说许配吕布，回头呢又献给董卓，但是呢吕布呢放不下貂蝉，经常到府上找貂蝉去。说有那么一天呢，董卓从外边回来，一看门口呢拴着赤兔马，那是当年他给这个吕布的。一看五儿奉先在府上，进到府里他先找貂蝉在哪儿呢？侍从来了，说貂蝉在后花园赏鱼。说那我一人吕布在哪儿呢？在后花园看花。你看他俩弄一块去了。这董卓一琢磨，这里有事儿，他不往后边去。一看呢，吕布在那儿抱着貂蝉，俩人聊着呢。这董卓哪受得了啊？你这一人这不给我戴绿帽子，来气要抓吕布，方天画戟向吕布那刺去，吕布还给躲开了。所以这一段历史叫吕奉先大闹凤仪亭。说《三国演义》那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吕奉先大闹凤仪亭，由此父子两人反目。最后呢，吕布呢承担了诛杀董卓的重任，最后把董卓弄死了。所以《三国演义》那段18路诸侯进京讨董卓都没发得了，最后董卓这么死的。死了之后呢，据说《三国演义》里写，这貂蝉呢就嫁给了吕布。当然呢，不是吕布正房夫人，吕布前面有一房夫人，貂蝉呢算是妾，这个后来话就算姨太太。到后来呢，董卓手下有4员大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这李傕呢跟吕布交兵，把吕布打败了，吕布没招了，带着貂蝉跑徐州去了。所以后来才跟刘备之间发生这样的一种冲突，把徐州给占了，刘备跑到下邳去了。完后来吕布又跑到下邳，就乱套了。
一直到白文楼的时候，吕布呢被手底下大将宋宪、魏续、侯成3个人给出卖，方天画戟给偷走了，趁他困给他绑椅子上来。这时候曹操带兵杀进来，把吕布逮着，白门楼斩吕布。到这儿呢，整个吕布的故事就算终结了。可是这个时候呢，貂蝉哪儿去了？《三国演义》里没写。这就我刚才说那个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有头没尾啊！罗贯中这样大腕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可以逐一给大家分析分析。这貂蝉到底哪儿去了？有人说那乱军之下，罗贯中没写，那很可能就是乱箭射死，马踏如泥，兵荒马乱的死个胳膊人，尤其是敌人的家眷。这个说法不靠谱。为什么呢？当初白门楼诛吕布之前呢，曹操围城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是基本上把各个咽喉要路都守住了。所以你这个貂蝉要兵败之后呢，出城跑了，这可能性不大。四下围的跟铁网似的，密不透风。那么说能死到乱军之中吗？也不能。为啥？我前面说了，宋宪、魏续、侯成3员大将出卖了吕布，把吕布给捆上了，直接打着声闻曹兵进来，兵不血刃，没有发生激烈的这种争斗。所以说貂蝉被乱军杀死也没有这可能性。那么剩下的可能性是什么呢？那无非就是2种情况。一种呢，这貂蝉呢3针9裂，城已破，夫君被擒被杀，我就死了，追随他于九泉之下，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呢，那就是被曹操俘虏了。战争年代那个时候男权社会，女人也是个战利品，那随曹操处置吧。所以你满高一系三国呢是采用了貂蝉被俘虏了。那么民间传说里边对这些说法给予了充分的发挥。当时元杂剧跟京剧里边写的都不一样。这个京剧啊有一篇叫《凤翼亭》，这个凤翼亭其实就是从吕布貂蝉开始到吕布貂蝉结束，他讲了吕布死了之后貂蝉这个下落，就说呀，曹操把这个貂蝉呢给俘虏了。正好接着来，我们知道这关公他不是屯土山关公约3世吗？关公说我降汉不降曹，为了保皇嫂没办法，曹操呢就把关羽收过来了。收过来呢为了笼络关羽嘛，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官封汉寿亭侯，还给关羽送去10个美女，想拉拢他，诱惑他，通过这种诱惑希望关羽留到这儿。据说送去这个10个美人排到第一位的就是貂蝉。说怎么曹操舍得呢？说这前面有原因，说这貂蝉宁死不从，曹操没办法，好，我就把你送给关羽去吧。就送到关羽那去。关羽一看打头是貂蝉，关公也知道貂蝉当初干的这些事儿，一看现在迫于无奈被曹操给送这儿来了。送这儿什么意思？不是关羽，那就是关羽的小老婆了。所以关公呢看了看貂蝉呢，一捋这个五柳长髯，说了一声好，你退下。什么意思？我不能要你，你是吕布的女人，我全你名节，你跟着我算怎么回事？貂蝉一看关公如此云天高义，到了后边呢自己上吊就自杀了。所以这个是京剧《凤翼亭》里边写的是关公全了貂蝉名节。那么元杂剧里边呢有个关公月下斩貂蝉，和这个类似但有不同。所以也是曹操呢当时就把这貂蝉送给关羽了。可是说送给关羽呢，说当时曹操修书一封告诉刘备，说那貂蝉呢我给你当老婆了。其实这不又是采用王司徒当年的招吗？反间计，他试图离间刘备跟关羽这个兄弟之情。所以关公一看这样女人留着是祸水，追上这个貂蝉坐的车，一刀就把貂蝉给杀了。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呢，说没有直接杀貂蝉，而是貂蝉在月下有个影子，关公一刀砍在影子上了，貂蝉就知道这是让我留全尸，自个儿弄个绳上吊。当然我们看这2种说法多多少少呢
都是把女人当做一个工具，在男权社会里不拿女人当回事儿。那么这个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边呢写这个呢，我们看说既然他要是后边归了关羽了，或者关羽把他杀了，罗贯中为什么不写呢？我们看，如果假如说曹操把这吕布打败了，把貂蝉就霸占了，归为己有了，这个事罗贯中肯定会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曹操这里边是反面人物，孙刘贬曹嘛，《三国演义》，而且曹操这里头也没少干这个事儿，他们爷俩还有曹丕，都是好色之徒，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看曹操霸占了张绣的婶子，都是结果引着张绣打的差点丧了命，还典韦也丢命了。后边又有曹丕呢，霸占了袁绍的儿媳妇甄氏，就这爷俩在这上都不讲究。所以假如说真要霸占了貂蝉，罗贯中也就写出来了，这爷俩干的不是人事。那既然没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貂蝉呢被这里头一个正面人物给收藏了，归为己有了。所以从这个为正面人物、为尊者会的角度来讲呢，罗贯中没写，这个是可能的。那么这个正面人物是谁呢？历史传说就把这个都推到关羽来了，因为美人配英雄嘛，关公多了不起啊！所以后世大家研究这个的时候呢，什么杂剧、京剧里边都认为貂蝉跟关公有关系，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呢，现在有的一些这个史学家呀和一些文学家一研究，发现了另外一个巧合，就是其实罗贯中不是没写，他写了貂蝉归关羽了，但是由于这个事儿呢，他不好说出口。你看这个貂蝉跟董卓、跟吕布、跟关羽，那个关云长这么大英雄，怎么能要这二手货、三手货呢？但这个事儿与过去的男权封建观念不吻合，所以说呢，罗贯中用了比较隐晦的笔法写了貂蝉归关羽了。说哪儿写貂蝉归关羽？三国翻烂了找不着这个，有，怎么有呢？那个赤兔马大家记不记？那个赤兔马就是貂蝉的隐喻。说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先说这赤兔马。赤兔马当初呢，他前面有一段，叫李肃月月睡吕布。董卓呢派李肃给这个吕布送了一匹赤兔马。这个事儿呢是在公元190年。那么呢这个赤兔马呢，后来这不是隔了10年以后，白马楼吕布死了，被曹操把赤兔马呢送给了关羽。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嘛，这宝马送给关羽了。那么关羽最后走麦城是公元221年，就是说送赤兔马30年之后。那么前面即使这个小马驹刚上战场，也得有2、3岁口了，加到一起，这赤兔马从到关公手一直最后走麦城的时候，这马已经30岁了。我们说马的寿命大致是30岁到40岁之间，所以关公那个时候骑着这么一个高龄的马，按人算的100多岁了。你说他走麦城的时候，他不找倒霉吗？找死吗？所以这里边有人说，这罗贯中怎么犯这个错误呢？不是，这个时候所谓关公和赤兔马的关系，其实是关公跟貂蝉的关系。这赤兔马就是隐藏着的貂蝉。说你这根据在哪儿呢？咱们看咱们前面说貂蝉叫什么名？叫任鸿昌，有个鸿字。赤兔马的赤是什么？赤就是虎。那说这兔字怎么体现呢？咱知道貂蝉拜月，有传说呀，说貂蝉呢就是月宫里嫦娥娘的身边的给派下来的，要解生灵涂炭，解民于道权。那么嫦娥娘的身边最近的是什么呢？玉兔。所以说这兔也是和貂蝉拜月这个典故下来的。这个赤红就合到任鸿昌的鸿，貂蝉原先的名，所以赤兔即貂蝉。罗贯中用个含蓄的笔法说呀，这貂蝉呢没死，最后呢让这个曹操送给关羽了，跟关羽2个人一直到关羽没了归天。所以这个赤兔隐藏着貂蝉这个名号。当然我们说这个，有的人说你说这够牵强的，可是貂蝉本来就是个传说中人物，我们不管从哪个角度解读它，应该说
都不是违背什么史实，因为历史上说实在没这么个人。今天我说了这么多有关貂蝉最后怎么个结局，其实说白了，我倒觉得这个电视台两版这个三国，这个结尾说的很有道理。90年代这个《三国演义》版呢，陈红演的貂蝉呢，最后董卓死了，他上吊了，他的最大使命是反间计，董卓弄死了，他使命结束了。我活着干嘛？我再活着也不会被从这个男人那送到那个男人那，成为男人的玩物，成为政治上的一个工具。那么这个时候貂蝉身不由己，所以说我活着干嘛？我完成了任务之后可以流芳百世，我死了。那么后一版陈好演的这个貂蝉，历史上说貂蝉呢，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你看陈好这一个眼大一个眼小，他俩挺像。说陈好这版貂蝉呢，为什么能活到后来在曹操面前用七星刀自杀呢？他前面给了铺垫了，说这个貂蝉跟吕布两个人呢姐弟恋，还真就挺好。所以说弄死董卓之后呢，自然而然我就跟吕布在一块过了，这也能说得通。最后呢，在曹操面前这貂蝉自杀，这也能讲得通。最爱的人已经死了，我再活着也陪曹操这样的逆贼，忍辱偷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就自杀。所以我觉得电视剧里边呢，这两种写貂蝉的死法应该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况且我们看呢，你从历史的角度看，好多时候这个男人之间弄的这些事儿，谁干事干的不地道，最后弄得身败名裂江山倾颓，往往不怨这男的，怨女人祸水。所以其实貂蝉在他整个的这个生涯当中也是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貂蝉来说，活得完全没有自我，前面因为跟自个儿义父的感情不得已背上一个艰巨的任务，后边呢就在多个男人之间来来回回，完全没有自己的爱情，自己的所谓真正的幸福。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貂蝉选择了完成任务之后，或者迫不得已的时候选择了死亡，我认为再正常不过。恐怕我们从人性的角度理解，貂蝉最终自杀应该是他一种正确的迫于无奈的选择。